大家周末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复盘这周的市场的表现。那么这周呢，跟大家会换一个不太一样的形式。朋友们反映说我的视频呢，比较枯燥。那么今天呢，我会增加一个相对轻松的形式，就是在视频的前半部分，我会把市场上一些宏观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新闻，拿出来跟大家一起看，一起解读。把这个故事咱们讲一讲。那么喜欢我们平常分析这种模式，给出具体的我们该如何应对策略的这些朋友们，可以看下面的时间轴，直接跳转在我们这周的日线、周线和具体个股的分析。今天我们主要分析的就是美联储到底在干嘛，美联储是不是在说谎。那么我分别在几个不同的这个新闻，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还有就是这一次的纪要和上一次的会议给出的很多消息中间的一些矛盾的信息，其实是对我们投资者有很大误解或者误导。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吧。好，今天先开始跟大家就是闲聊八卦。前两天美国这个民主党强行通过的一个，为什么叫强行就是只有民主党同意的这么一个法案，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咱们说的通胀降低或通胀削减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它唯一可能跟通胀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要打压药价这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剩下包括什么清洁能源然后呢雇佣更多的 LS 的 agent 去查税那么这些跟这个打压通胀基本上是边关系没有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消息，我其实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这条消息，大家看比尔盖茨和这个 Joe Manchin 在 And the climate bill that nearly wasn't 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这个两党政治其实是分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呢是每年，也就是每2年就要换届然后呢参议院呢是这个一共是每个州俩，然后100个呢就是分成3组，33、33、34，然后呢是每6年才换一次，所以意味着每2年只有1/3的参议员会面对着参议院的选举。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制度了，就是那些在特别保守州的民主党和特别咱们说叫进步州或者叫做左或者叫蓝州的这个共和党，他们的很多观点一般来说跟本党的主流相对来说容易唱反调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这个川普在位的时候，共和党是控制2院加总统的时候，那你缅因州的 Susan Collins 就是经常唱反调，因为他所在的地区本身偏蓝，你不可能走得特别保守或特别极端。那么正相反，在民主党这个地方呢，50个参议员，50个参议员中经常唱反调的，大家猜看都能看出来，就是这几个在红州或者说比较偏保守州的这个民主党人。那么Joe Manchin，也就是说乔曼钦，就是一个非常右的这个左派。他在什么州呢？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如果大家去看西弗吉尼亚州，不是最红之一是最红的一个州，而且每一个这个法案就是因为他在这儿咱带引号的搅和所以呢搅和的这个拜登上任以来就没有什么一件大的法案能通过一事无成或者说是这个咱们也不能说一事无成吧，只能发一些行政命令，大的法案都通过不了，就因为这个乔曼钦在这一闹。乔曼钦一带头闹的话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Sinema 这个另外一个 Kristen， 另外一个女性的这个参议员感觉可能是放飞自我了，那么也是完全站在了偏右的这个立场经常他们俩这唱反调，唱的这个左派的是什么法案通过不了，因为你参议院民主党50个，共和党50个，共和党全反对，民主党全同意，这时候副总统进来啪按桌子，这个51对50就是50的时候，就是副总统进来投这票。那现在你本党就这俩死活当刺头就是不同意
啊，跟你同党啊，跟你同党同路就是不同意，天天给人搅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头疼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消息了，谁在里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啊？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厉害啊！我个人认为比尔盖茨就是我们说金融系统，或者说金融系统一个大黑社会一样啊，大哥式的这种人物啊。那你至于怎么评价他，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有人觉得他非常是伟大的慈善家，也有人他说他是一个变态，那都行，或者说是一个虚伪的政客都可以。那你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这条新闻想跟大家呈现的就是，在3年前，比尔盖茨就开始进行对于这个西弗吉尼亚州的这个乔曼钦也 Joe Manchin 进行一个lobby，就是游说这个功课做的时间之长也就是说他的功课在这儿游说了成功之后，才使得这个清洁能源为主的这样的法案通过那么这个法案呢，其实是大家知道西弗吉尼亚州它不仅是城市少，比较偏穷，而且呢普遍偏保守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地方原来是很多的矿很多的这种矿产或者煤矿，这个是特别容易被清洁法案中非常吃亏的地儿。所以你作为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肯定要反对，你不管什么党，你一定会反对这种清洁能源的这个法案，因为你会影响到当地你的选民的利益这是你作为州参议员该干的事儿。那么比尔盖茨厉害他通过游说，那么这个游说的过程就是支持你这个唱反调后面的这些集团能和比尔盖茨所拥有的这些机构或基金进行了桌子底下的这个几个交换。那么这个交换至于他们怎么交换的，那我也哪知道呢？但是这个就是取得了成效。所以上次我们回到2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特斯拉的这个咱们首富，有的时候首富咱们这个马斯克的首富这个性格有点张扬就是直接怒喷比尔盖茨。我当时就是对特斯拉的这个股价有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且呢，就是咱们这首富还在 Twitter 上恶搞人家，然后呢，好多人开始画比尔盖茨的这个胸部越来越大这样的一个照片。所以呢，我就说这对特斯拉当时那个股价，也是我当时列特斯拉奔向$2000之路中的最重要的一个负面的一个风险，就是在于这个咱们的这个首富伊隆伊隆经常是这个率真自我这个不定什么话就出来了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呢你说你去调侃他，他要真记恨你的话，他所带来的影响力，说实话，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所以呢，当时就是这事儿。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这几个大科技在下跌的过程中选择谁我当时有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有稳定的护城河，有非常强的增长，必须得有云业务，同时还布局一定量的元宇宙，加上资金流是富有大量现金存储。那么这些都符合的话，其实包括 Google 微软亚马逊苹果其实都可以。那最后我的内心我选择的这个微软一个是微软的现金流多，第二微软确实是什么最不容易打官司。2000年搞这个当时垄断搞微软搞了一大圈，微软现在所带有的这个很多大家去看微软的这个收购其实非常多。如果是谷歌选择这些收购，我相信肯定要打好多官司。然而微软却确实没打什么官司。在这个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这个微软有这么多现金又不容易打官司，那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咱说的08年的时候那个金融危机，好多银行、小银行甚至大银行都环境不好。你像你这个倒霉的，像这个美国银行 BAC 就要吃那个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那这个就是有毒资产狂给你肚子里塞。那这美国银行的股价是很长时间就趴在地上。那么对于这个 JP Morgan 的话，他就得到了机会去吞并了当时一个存储银行，就是华盛顿互惠银行那么这个就是当时我都是得到一个结论了，就是真正的危机的时候，很多的大的这个公司
他们是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个大鱼进去把这个小鱼都吃光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巨头会更强，它不仅是生存的能力强，同时它未来增长能力强，它会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啊，疯狂的吃这些小公司，有增长的小公司。那么这几个大的巨头都有很多现金的情况下，微软绝对是跑不了最强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个底仓咱打底儿啊，就是必须都微软，也原因之一也是在于大家看这个就是它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消息我看完之后，我才真正的阅读，我发现哇，真的是厉害。这也是经常跟大家有说的什么影子政府也好啊，或者说大财团的影响啊，这个等于说就已经放在这个台面上了啊，就是说大的这种财团，有钱的这些财团已经是这个现在也原来还是这个低调形式，那现在直接就说我就是捞比你这个3亿元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所解读到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咱们说的一个八卦啊，一个八卦。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想聊聊这个美联储啊，美联储你看它不是我说它骗呀，是这个今天你看这个专职作者在 Think Alpha 上他就说这个 Federal Reserve Watch is Fed bluffing， 是不是他在诈是不是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他这个纪要啊，它是纪要。然后我跟大家复盘的时候，还记得我们熊市转向的几个特点嘛，一个是我们说货币政策转向反弹，经济衰退到谷底，市场情绪非常悲观。那么经济衰退是否到谷底还没有确定，但是政策转向这个位置上，我们说没有，为什么？因为美联储给出的信息不是但是我看了这个纪要以后，我是大跌眼镜大跌眼镜。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开会之后，不管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记者会，还是整个当时公布的这个开会的这个当时的消息，都没有给出非常鸽派的，或者说非常非常鸽派的信息。当时我还做了一个解读，就是对于 Fed 来说，我没有读出任何鸽派的信息，然后市场呢却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应。当时觉得这个逻辑非常不自洽。现在再一看这个纪要，我懂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已经非常担心，如果快速加息会刺破经济中的某一个部分成为一个泡沫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当时这个06、07年加息，好家伙哐加好几十次，20多次，好像从04年开始加到最后它就是一个房地产的泡沫就破了。2000年那个泡沫也是，你加息加的太快太猛，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副作用。只是现在的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副作用在哪儿，你不知道在哪儿就炸了那么现在呢，美联储就说了，这个加的太快，怕真正起影响的时候，那么整个这个经济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鸽的转变了。但是你开会之后，你这个不管是答记者问什么的，还坚决的说要压通胀。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你在会议上或者会议后所的发言和整个的纪要是不同的。那么这有意思，那么这就相当于不公平了。为什么不公平呢？因为市场上电话线粗的这些机构，或者咱们说大资金，那他们的电话线的贼粗你开会无非就这些人，他们的聊天，他们的想法，其实很容易就透露出来。那么电话线粗的这些机构疯狂的就可以买入，而我们这散户呢还以为很鹰所以说就在什么呀？就疯狂的还有做空的，还有全仓做空，真的是风险太大。为什么？你疯狂做东，相当于给人家填这个材料相当于是把钱送给这些大的机构，有电话线粗的这些机构。所以我现在想说的话，联储的政策在这里也是出现了一个转向，因为它这个转向是什么呢？不能说是完全的宽松，市场预期宽松，或者我们市场非常乐观，但是联储它现在就是非常担心加速的这种收紧会对市场经济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然后呢，市场又这么乐观，他们又担心了，又开始疯狂的出来放话放话什么呢？就是讲鹰派的这个言论。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了，这后面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你联储不靠谱以后再说什么就成狼来了，我没人听了呀。所以大家看到市场现在有一点不鸟联储的意思，而是说不是他不鸟，而是说你得到的信息不同，大家所给出的理解会不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说技术分析或者说
看 K 线看走势，相对来说啊是个公平的。为什么？因为大基金进去买，它就是大阳线放量，这个大基金进去买，这么多个股出现反转，那这个时候你愣说还要暴跌，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在上周吧，我们说了80%多的概率，87%的概率，这里反转以后，我们给出了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靠，然后呢去hedge一下尾部的风险。那么上周呢，我们说这叫什么？叫做阻力达阻力达，做空未满这是专门写了一个公众号提醒大家不要冲进空，因为什么？它这个上涨的力量特别大。当时我是搞不清楚这逻辑，确实搞不清楚，所以对于我来说，阻力到了就减仓，阻力上了之后，我们仍然是什么清仓前行，尽量做短。现在这个纪要一出来，我算是看明白了，这玩双黄呢，您这是，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啊，就是让我有点不开心。那么后面的走势会更加扑朔迷离。那么我给大家到时候分享几个消息，就是有多有空。到时候有朋友该说了这个多空都讲都讲空的方面是这样的，就是 mortgage lender 就开始已经有这个做房地产的这个开始，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现在开始体现出快速加息所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效应。因为呢很多的这个人大家知道，这个做房地产你这个不光是比如15年 fix， 这个咱们用15年的或者30年的这种固定的叫 fix 的 loan，还有很多是这种 ARM 就是变的，还有很多叫什么 FHA 就是那种首付的少的，还有那种变化的 loan， 好多不同的模式做这 mortgage 所以呢还有很多就是为了炒房的，他用很大的杠杆去买，或者说抵押物。那么这个利息快速的上升对房地产市场它的影响是有滞后性，就之前还不明显，慢慢的话就把市场给打下去了。打下去之后，你看这里有 mortgage 公司就开始什么呢？就开始这个倒闭。倒闭了以后呢你就发现这里其实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个会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大概率不会因为现在的跟之前08年那个它不一样，它现在大概率不会，但是它就会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们快速加息和缩表的过程中那么就会有这儿那儿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么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偏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波上来之后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空头仓位巨大无比疯狂空。为什么呢？做空太容易了，上面几轮是稍微一上涨就去做空，那下来就是一大波赚。你不能同样一个赚钱的模式就像咱们说圣斗士不能被同样一招打倒2次，同样一个赚钱的模式是不可能快速的在市场中让你连续盈利的。那么现在就好，很多人还是那对冲基金还空空下来之后就大规模的这种排空大规模的排空。所以说空头的仓位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被反抽或者说被排空那么这个排空的话，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排空。为什么呀？因为看空的人不断的进去空，你拉起来之后就有人空。为什么？大家就得空因为叫什么 sell the rally 嘛，就是熊市我得空所以说大量的这个做空的人进去空，不断的给这个做多的这个这一方是添柴加火叫咱们叫什么提油救火疯狂的这个让这个市场越烧越高。我们从市场情绪上这两天也能感受到，很久没有看到了就是一个垃圾股炸天的行情，什么 BBBY、AMC FUBO 这些公司这哪有什么基本面什么变化疯狂的这种炒作那么今天大家看到了有一个哭档有一个哭档就是就开始这个有减弱的迹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你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其实是什么，有点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大规模的做空的人也是在衰减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200日线上市场上被这个200日线阻挡那么后期怎么做，我们一会儿在技术分析上和最后计划上我再给大家讲。那么现在这也是一个我看到一个什么一个消息一个消息那么另外的呢我就没有看到，就剩下的消息大家就自己去看吧自己去看吧。就是基本上我看到了几个我比较喜欢的消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市场上就是又是多空。那么这一期的 Sentiment Trader 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期他们给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也是就是对于中长线来说，比如说1年以后这个位置上这个深度的反弹
意味着大概率，也就是100%、90%多到100%啊，我们这个位置上应该是什么低点已过，所以我也是非常看好这一点的。那么如果是我们说这个地方出了一个什么事件，或者说整个经济上突然哪儿出现一个泡沫破灭了，引来了连锁反应，或者是地缘政治突然出现了不可控因素的一个崩塌，那么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接近于之前低点，成为双底，或者是形成新低的地方，你问我会怎么样？我会非常开怀大笑啊！什么？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做多机会。所以对于我来说，从咱宏观面上来说，就这一波的下跌，你不管是形成更低，还是形成次高啊、次低，不叫次高啊，次低，我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买入啊，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大幅的建仓。啊，那么这就是我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好，我们进入现在呢就是闲聊胡扯，时间结束，然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分析的这个主题。好，回到我们正题啊，今天先看这个周线。周线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是纳斯达克100的周线图，在我们这个大家看红色线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55周。EMA 55的这个周线出现了一个被阻拦了，那终于是1、2、3、4、5、6啊，1、2、3、4、5、6周的这么一个涨势，在这个位置上呢出现了一个下降，这是这几周才出现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到呢，这是标普，标普很厉害，标普是这个站上了这里啊，站上了这里，所以说这是我们标普表现的是比纳斯达克强。首先第一，我们要知道标普是比纳斯达克走的强的，这是第一个结论。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日线上的这个走势。日线上走势呢，大家看啊，我这个图呢稍微的有一点点乱，一会儿我们再换其他的系统看。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紫色线就是 MA200， 那么连 MA200 在这里被什么呢？被 reject 了啊，被 reject 了。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叫大空，或者说要暴跌呢？我不认为啊，我不认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看它一个重要的点，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一根线战法，它在这个地方翻多的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看这里的一个横盘区，大家看4177这个附近，也就是说在这里形成的一个低点啊，这些低点和第一次反弹也形成阻力的这个位置上，它会形成这根线，也就是这个地方翻上来之后，这个结构从原来的下跌下跌的过程我们就是这样在跌嘛，你一旦有一个反弹是超过了这面，那意味着下面的话很容易形成次高，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咱们说的专业投机原理，咱们2B 的这个反转了。那么你只要这一块啊，咱们说的就是往下降一个大的上来之后，能打破这之前的连续的这种低点，就可以认为说这是一种反转。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明显的这么一个拉上来之后破了这个甚至这个高点，这个低点还有破了这个低点，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下跌趋势的一种结构性破坏。那么这是我们判断日线转折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的计划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这样来看。好，我们来看啊，就是日线上我们如果做一个计划，我会还是在这根线上做出一个防守啊，做出一个防守。那么我离它，如果离这根线越近啊，这根线越近的情况下，我就会认为是最好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它回调在这儿形成了买点向上，那么我就会在这里选择一个做多啊，选择做多。那么选择做多，选择就是向上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下来了以后是跌破了，往上反弹形成阻力，那我又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什么呢？可能是一个布局空仓，或者说是一个耐心等待都可以。那么向下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下上下的形成中，我认为它应该是形成一个higher low， 我不太觉得它会形成 lower low。那么如果 lower low 的话，我会更加开心。但是现在来看，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4110点的这么一个防守啊。我们再回到现货，就是这根红线，我们就是一根线，就是靠一根线这个战法，一根线战法，那么就是在这个4160这个线上就守这根线，这根线灌破了我们再说，这根线如果没有灌破，
我个人觉得也大概率不会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仍然是看多做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个市场上被200日线在这压制之后啊，就真的是那么弱。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比如说大家看很多朋友就是这一段上来的时候，大家都继续也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看空，也是看空，然后呢说要二腿嘛，大家都判断二腿，但实际上它给了一个什么机会？它在一个压力处，有200日线这些压力处啊，这些压力处它做盘整，说明什么？说明是强啊。200日就是说在压力处盘整是很强的，就是它本来应该跌的地方它不跌，而选择涨。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就耐心观察啊，耐心观察其实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说非要去猜啊，所谓的涨跌还要去猜啊，这个地方跌到哪儿啊？首先我们看到日线上这里没有什么结构，然后呢，日线上底部这是有的，但上面的没有，而且这个凸的非常强，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至少现在来说，我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强的空头的一个走势。你当然想空到最高，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如果200日线空没有任何问题，过200日线止损嘛，现在也可以。但是我认为更好的，对我来说不错的策略应该是等到回调之后呢，我再看去做多的机会。那么这里面，比如纳斯达克离得比较近，是13010多吧，这离是比较近，就看看它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应，纳斯达克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应。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里面连续的一些做多的机会，其实出来了以后很强啊，很强。这是我们耐心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啊，板块上面啊就是挺有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个啊能量型的这些进攻型的能量型的或者情绪型的，其实这里面有些已经走弱，比如说 ARKG 走弱了。那我们比如说小金属这里走的是比较强，那么这里有走势的多异性，就是你这波 ABC 下来之后，这个地方可以形成的一个什么上下跌的这么一个中继，也可以这翻下来之后直接就是结束之后这儿做反转。那么你现在这不好说啊。那 ATP 大家看这里也是不好说，就是这个位置上它没有那么强，而是说这里又下来了。那半导体也是，半导体大家看它的这个强度啊，看它的强度，其实它是翻上到这个低点了以后，也是跟咱们画那条线一样，是它大约在这儿218.984块啊，对吧？就是跟刚才那个纳斯达克一样，但是它没有纳斯达克强，纳斯达克是站上了这条线，所以纳斯达克就是说科技板块在纳斯达克里面是弱的，但是你看这个软件板块就强，软件板块也是翻上去了之后，等它往下翻啊，那么小盘也是，小盘比大盘比这个科技强，也是大家看也是在这儿，对吧？所以我们看做这个过程中，大家看到就要说啊，这里有几个，比如说像工业板块，那是非常强，它直接都拱到这里面去了，拱在上一个这个盘整区都已经拱到这儿去了，这个盘整区来了，对吧？这个盘整区来了，那它这个工业板块是非常强的，那你在这儿的时候，只要能守在95、96，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对吧？还有我们一直看到的这个叫什么小生化板块，小生化板块情绪依旧不错啊，这里盘整了以后，大家看盘整以后向下，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机会的话，我们还是看同样的事情，守什么？守这个82啊，就是离的82这个附近，现在已经是87，离82附近越近，那你越好操作，因为你止损就是这82啊，跌破了之后反弹到82越近越好，那时候也是做空的一个止损，所以说就是一条线守就可以了啊。那么大家看能源啊、utility 这些现在都是比较强啊，像这个 utility 直接出现了奔出一个新高啊，这都是非常强势的。大家看这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啊，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再看 XLP 也是，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走势。所以现在这个走势我还没有看到说特别看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就是我们比如很好的股票，我们找它买点等机会啊，就做个股。如果实在怕的话，我们还是害这个尾部风险，甚至你做 VIX 这些也可以。但是我就给大家，我上次给大家这个list， 比如说我们看的高通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反转，为什么？这是一个大的下降区间，你要数浪也行。你看这边1、2、3、4、5、6、7、8、9嘛，9浪，这9浪基本上是一个单数嘛，9为大，是个比较极限的这么一下降。那你这下降之后，这一轮上去之后是打掉了什么？打掉了这个7浪，对吧？7浪的低点，8浪的高点。那么你要这么算的话，或者说这个中枢也翻上去了，那这形成的2、3买的合体，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一个箱体，你可以看成 higher low， 它没有 A、B、C 走完 ，A、B、C 再走完的话，那大约我们守140或者141这个位置上，对于高通这个其实很强的，对吧？就你即使说我没有一个交易系统，我也不太会看图，我是小白什么的，大家也知道，就是它第一个呢，它比较便宜，它不是非常贵的股票。第二呢，就是这个整个很多消息对它是利多的情况下，这里明显是有资金在支撑。那你的地方只要找好了一个你止损的点就可以了。那比如说大家看亚马逊，亚马逊是我等待加仓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翻上去非常大了以后，在这儿进行一个什么回踩132或者回踩甚至126这个地方都可以啊。那么这些都是做，而且可以长期持有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你不用特别担心，对吧？那我看的这个，我这 list 没有弱的，对吧？你看 C 也是 ，C 的话，这是一个慢速下跌之后的一个加速，再下来，然后破线翻大阳线翻上去，这是那个 earning， 那就做了一横盘，那横盘这下上下，让它又做了一个横盘的一个什么一个盘整，不管是下上，这个下是向下，只要没有把这个阳线全面吃掉，大概率不会，大家知道大概率不会，只要没有吃掉它这根阳线，那么我们在下这一轮去构建仓位都是非常好做的，因为你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你就守这个47就完了，48吧，48这守住就完了，就守之前的这个发大财这个买就完了，所以你这个 C 这儿也好操作，所以耐心等它下来之后，个股其实机会非常多。对，我们再看 AMD 这个100，我们说的就是有点像咱们刚才看 QQ 的那个强弱的那个线，那100这个地方就是你看也是被 reject 回来之后，那就看它回调呗，目标就是这85嘛。对吧？你目标就是到这个85，看个85，对吧？那么你100什么时候翻上去之后，那马上如果这个地方突破100，那马上我们重新做多买回来，或者说它就在这横盘不动了，都可以啊，对吧？那我们再看 Google 这个地方就弱一些，为什么 ？Google 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画一下 ，Google 这个地方在箱体上形成了假突破，对吧？那至少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强，因为你如果强的话，大家看，这是当然我们说的那个点，首先第一。QQ 的这个线和下面的这个线是一样的，但是 Google 这儿有一个 gap， 就说明 Google 是偏弱的。那么这个地方又形成了一个假突破。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往上形成假突破，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又再关一下，那它就要向下探了。那么 Google 的这段时间走势是大科技里面弱的。你看对比微软，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看微软这个明显是特别强，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这个低点就有很多人上，然后这个低点你看它翻上去的非常多。所以只要能回测在这些位置上，就开始往里加，完全没有问题啊！刚才加上微软的一个分析，那你看微软就比 Google 强 ，XPI 我们分析过了，苹果也是特别的硬啊，特别硬，这直接就翻上去了啊，这翻上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非常强，苹果这么硬，我当然是完全没有想到啊。高盛逢低做多，大家看这个比当时咱们看那个 XLI 还要强。就是它这个地方，你看也是差不多是这个从这个卖点卖信号出来之后，1、2、3、4、5、6、7浪结束，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买点，因为什么？这是7浪之后，这里有一破线翻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买，拉上去之后，结果给我又废了之后，你看这个7、8、9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强的买点，非常强的买点，但是你看又废了，那么这走出了11段，1、2、3、4、5、6、7、8、9、10、11段之后终于弹上去之后，这是1、2、3，这个3。超级大啊！这个3超级大，直接捅到了这一块啊！你看，已经捅在这块了。那就说下跌的一半以上都被它都被它已经完全的收复之后，那就是等它一个回调买入啊！现在没有任何一笔，大家看上去这一笔上是没有任何一笔下的，现在就是上去这一笔上还没完全结束呢。你看这一笔上来之后，这是一笔啊！你让它一个横盘也好，它回调回拉之后。回拉里面小级别的那必然还是一个，比如一个中枢，然后一个 ABC 也可以是 ABC 这样，那么你必然是有一个给你一个这么一个买点。那么我们目标位，比如说先画了330，为什么330又是这条线啊？又是一条线这样，330对吧？然后我们看后面麦当劳我唯一的 concern 是什么？就是估值有点偏贵了，这个估值有点偏贵了。然后我们看特斯拉也是，特斯拉这不也是翻到这个高点之上了吗？所以特斯拉也是强，所以你对比来说。你看微软，你看这个特斯拉就比 Google 强，苹果也强，所以我们等这个强的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回撤的这么一个买入，对吧？那么之前还挑了一个 mRNA， 但这只股票其实就走坏了，这已经走坏了，所以我们要防。比如说我看到当时这样
两个阳线 ABC 上来之后，结果它直接下来了，下来之后就没有守住这个阳线。那么这个位置上，它现在如果要是再下去的话，我们暂时不做任何的一个操作。好，那最后我们回到这个5分钟啊，5分钟的图上，大家看，我当时给大家分析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说啊，这是一个中枢出来之后，这里又形成一个，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它的第一目标位就是这个中线，其实今天就达到了。那下一个目标位呢，就是上一次的这地儿，往这儿看，下一个往这儿看。那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走势，你5分钟这个走势其实随时可以结束，5分钟随时可以结束，随时可以结束，因为这里已经走的差不多了，这个趋势的回调差不多了啊。那么如果5分钟随时结束的话，那么意味着你在这个60分钟上，它形成了一个很有可能的一个买点，它还不是一个卖点呢。所以说，为什么说不能太看空啊？因为你看啊，我们看60分钟，60分钟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盘整区，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盘整区。其实这俩你要注意啊，这俩是同样一个级别的，这不是不同级别的。那么同样一个级别之后，那这个地方形成 ABC 的下跌的过程中，如果要是跌不下去，那形成了第3个买点啊，那么这就可以就是还可以再上，或者说在这儿再做震荡啊。所以我们不能太看的，就是看得太空啊，看得太空。如果看得太空的话，你这个位置上可能要被咬啊，有可能要被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而且我们上次给大家分享过这个彩虹图，简单思维嘛。什么叫简单思维？这是简单思维。我们比如说看这个周线啊，周线上我们说这个市场走到什么程度呢？走到这个程度是啊，就是这是强阻力，我们的阻力已到做空未满嘛。阻力已到做空未满，这个地方就是这不是强阻，这必然强阻力，均线都在这儿，那肯定是阻力啊，对吧？那你这个位置上，它你看这个地方也是被 reject， 这个地方都会什么犹豫之后，它拉上来之后，它会给你一个买入机会。那现在其实就是拉上来之后的一个这个地方往下拉，那么你这个地方首先看的是41多少呢？4154，对吧？4154，大家看这是多少？4190的这么一个支撑。对吧？那这其实就差30来个点嘛，周线上30来个点。那么我们其实就是你既然周线上30来个点，那么我们再来看4190的这么一个支撑，其实就咱们画这4180几，其实你看4160是我这画的这个牛熊线。然后呢，你这个位置上，你看日线上也是，这个位置上已经翻多了，翻多头了。那翻多头之后，那么就完全这几条线上进行观察。然后我们的刚才个股也给大家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还不能看太空。啊，搞不好又要搞你一下啊，挺烦的，对吧？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中概啊，中概最近这个走的不太好啊，走的不太好，我们现在没什么仓位，耐心等吧，这个都走的不是特别好。好，那么今天呢，大家如果要是用我们下面的链接在富通牛牛开户啊，送3个月的简单交易。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请给我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